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世卫组织，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增加40%。美联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上周因 COVID 死亡的人数激增了40%以上。这可能是由于美洲各地 COVID 死亡人数报告方式的变化，以及印度新调整的数字。联合国卫生机构在其关于大流行的最新每周报告中表示，去年全球的 COVID 新病例数量都在下降，但自12月以来却一直在上升。在过去一周中，全球报告了约1000万例新的 COVID 感染和超过45000例死亡，而前一周的死亡人数已下降了23%。世卫组织一再表示 ，COVID 病例数可能大大低估了它的流行率。该机构最近几周警告各国不要放弃全面检测和其他监测措施，称这样做将削弱准确跟踪病毒传播的努力。世卫组织说，目前的数据正逐渐变得不那么具有代表性，不那么及时，也越来越不可靠。这抑制了获得信息和分析能力，这对于有效结束大流行的急速爆发仍然至关重要。该机构警告说，较少的监测将特别损害检测新的 COVID 变体的努力，并破坏潜在的应对措施。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国家最近取消了几乎所有的 COVID 限制，开始依靠高水平的疫苗接种来防止另一次感染高峰。即使更具传染性的 Omicron 变体 BA.2 正在导致新病例的增加。尽管全球报告病例有所下降，但中国本周锁定了上海，试图遏制一场上升疫情。美国官员周二扩大了疫苗加强剂的使用，因为监管机构表示，5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可以在上次接种疫苗后至少4个月获得第二次加强剂，即第4针疫苗。美联社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戴口罩，避开人群并减少不必要的旅行。6大银行警告，加国房地产将面临全面冷却。加拿大房地产价格上涨正在接近最后的1英里。根据 BMO Capital Markets 的数据，宽松的信贷条件正在迅速逆转和一系列旨在冷却市场的措施，所有这些都将同时发生。抵押贷款利率即将飙升至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房地产最大的障碍是市场力量。由于加拿大央行对通货膨胀采取行动较晚，他们需要使用更多的火力来驯服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几十年来的最高通胀率正在推动加拿大政府5年期国债走高。这一组合将使可变利率和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飙升。更多的外国买家税和更高的空置税。加拿大房地产也在加紧应对外国买家及非居民购房者。安大略省将其非居民税提高到20%，并将其扩展到全省。BMO 还强调新斯科舍省加入卑诗省和安大略省，对非居民征税。新斯科舍省的非居民买家税仅为购买价格的5%，远低于其他税种。但是，他们计划对非居民拥有的房产额外征收2%的年度税。较高的定期持有成本往往会降低盈利能力，或转嫁给购房家庭。其他如信贷流动性因素也会产生影响。让加拿大人猜测的还有渥太华的政策走势，但空置房屋税几乎已经完成。加拿大财政部一直在研究细节。到目前为止，关于空置房屋税广泛漏洞的争论仍然存在，但税收首先是一种心理影响。在应对火爆的市场时，用冷静心态是有助于驱除投机心态的很重要因素。彭博社，自1990年代，德国物价飙升超过预期。德国通货膨胀率跃升至1990年代初统一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成本飙升，家庭和企业已经负担沉重，甚至比政府启动有限的供应管理应急计划来得更早。消费者价格在3月份比去年同期飙升7.6%，
高于彭博社对欧盟统一数据调查中 6.8% 的中位数预期。加上周三早些时候西班牙的预期高于 10%， 这些数据凸显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预测欧洲价格走势的困难性。它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欧洲央行加息的预期。德国央行行长 Joachim Nagel 本月表示，如果通胀加剧，欧洲央行不应推迟提高借贷成本，并可能在2022年开始这样做。甚至在1个多月战争开始之前，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就面临着与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限制的巨大挫折，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恶化。周三，德国迈出了应急计划的第一步，以应对有限的能源供应，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关闭天然气的供应。该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供应停止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并推高通胀。即使没有这种情况，他们预计2022年价格平均上涨 6.1%。为了帮助消费者和企业经受住成本上升的负担，政府上周宣布了价值约170亿欧元，相当于189亿美元的第二项支持计划，包括暂时降低燃料价格、向家庭支付一次性费用和公共交通补贴。美国对加密货币新政是利好吗？拜登总统提出的预算中隐藏着4项关于加密货币的新税务报告要求。美国财政部提议扩大涉及加密货币的证券借贷的税收待遇，要求对加密货币交易中的外国所有者进行更多的税务报告，扩大对超过5万美元的外国加密货币账户的报告税收要求，并允许将活跃交易的数字资产计价到市场中。财政部不会将加密货币归类为证券或商品，而是将其视为单一的资产类别。财政部将有权确定哪些数字资产被视为活跃交易，包括该资产是否定期以美元或其他法定货币进行交易，该资产在具有可靠估值交易所的交易量，以及可靠的可用性报价。Chainalysis 全球税务策略主管、美国国税局专门从事国际税务和金融产品的前特别顾问 Roger Brown 表示，这是一种承认，它们是一种成熟的资产类别，从税收角度来看，应该与股票和债券等传统金融资产同等对待。布朗表示，政府明智地避免将加密货币定义为商品或证券。目前，交易者一直将加密货币视为商品，因为商品期货和交易委员会已经承认比特币是一种商品。然而，美国国税局对加密货币是否应该被视为税收目的的商品保持沉默。新提案还允许美国和外国共享有关在国内交易所进行的加密交易的信息，并出于税收目的共享该信息，与股票等传统资产跨国交易相同。新措施还通过与外国共享信息，以及通过按市值报告实时资产价值的投资者来打击逃税行为。财政部表示，由于该行业完全是数字化的，纳税人可以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与离岸数字资产交易所和钱包提供商进行交易，从而允许纳税人通过使用离岸数字资产交易所和钱包提供商来隐藏资产和应税收入。将加密货币纳入证券借贷规则将有助于投资者获得更传统的银行服务，并随着更多资金流入，帮助数字资产增长。虽然预算案从未被颁布为法律，但加密货币的税收规定可以纳入其他立法。该提案是在去年通过基础设施法案之后提出的。法案包括一项通过要求加密货币经纪商与传统股票经纪商相同的方式向美国国税局报告交易，并对加密收益征税。据估计，该条款的实施将在10年内筹集280亿美元，以帮助支付基础设施的支出。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